嗨，你们好吗？我是10。在上一个视频，我们了解了如何通过有效的休息，转化为更持久的身心动能，让生活和工作更加轻松。今天我们要学习冥想闭眼的技巧，再就是学习如何构建科学的休息系统。听上去说的都是休息，而今天我们要从整体来看待休息的方式，就像是一台机器。整体的性能来自于局部功能的良好运转。就休息而言，我们也需要从整体着眼，从释放积累在肌肉、情绪和精神系统3个层面的压力开始，来重新构建我们的休息系统。这是提升身体修复力的关键。在上个视频里，我们还提到了脑神经科学家对于大脑暗能量的研究。大脑占人体的1/50，却要消耗1/5的能量。这种由大脑结构而导致的信息传递的默认模式，对我们大脑耗能量是我们对执行特定活动时所消耗能量的20倍。大脑始终处于活跃状态，不仅仅是我们在清醒的时段，当我们在睡着的时候，也很难免于这种大脑的自驾模式。在睡梦中，杂念四起或者心神不定，都和大脑的疲劳程度直接相关。大部分的人呢，都以为休息就等于让身体休息。你累了，于是躺下来睡一觉，以为那就是休息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缺乏对自己内在紧张的觉知。我们以为我们很放松，但其实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完全没有放松下来。即使在睡眠中，我们的紧张和焦虑依然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睡醒之后仍然会觉得身心疲惫的原因。大脑只有在专注于执行特定任务时，才可以相对静止地减少大脑暗能量的消耗，让大脑获得充分的休息。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你能从每天繁忙中抽出1到2个小时，全身心投入某一件事情，不管是看书、写报告还是陪伴家人，都将提高你一整天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这1到2个小时就是你的清醒之道。在这个过程中的全身心投入，就是休息的开始。换句话说，这也是冥想练习为什么能够让大脑休息的原理。因为所有冥想练习的技巧都是从专注这个练习开始的，它可以防止杂念不断地浪费我们的脑部能量。练习专注的方法有很多，只要谨记3个关键点，任何方式都是有效的。第一，要投入，不管采用哪种方式，都要投入其中，身心俱在。如果你采用练瑜伽的方式，那么就集中精神，专注于呼吸和动作。如果你采用听音乐的方式，那么就用心听音乐，别再做其他事情。第二了，要重新聚焦。开始练习时走神很正常，练习的过程就是不断拉回注意力的过程，通过重新聚焦，锻炼你保持专注的能力。第三，练习方式无好坏，只要是适合你的，那就是最好的。肌肉紧张源自于我们的身体、神经系统和内分泌时的不平衡。举例来说，很多职场人因为平时的工作习惯而导致腰酸背痛、脊柱侧弯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潜藏在我们肌肉内的某些区域被过度使用而导致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持续有规律的运动、瑜伽、普拉提等等来释放肌肉的紧张，平衡身体过强或者是过弱的部分。还可以看看我之前那个渐进式肌肉放松的视频，可以真正有效地把紧张着的身体放松下来。另外，你也需要自查一下是否有糟糕的生活习惯，例如是否总是熬夜或者是不按时吃饭，它们都间接地影响了我们的神经系统和免疫力。熬夜也会让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失调，而这些都是为你储存体能和抗压力的能量来源。情绪紧张，它来源于我们的2元对立的心智模型，爱恨得失、失败与成功，这些都是干扰我们的因素。而压力也分为正面压力和负面压力，它既可以激励人，培养创造力和进取心，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健康问题，比如懒惰或者是抑郁。
这取决于你如何管理你的二元对立心智模型，重新去定义和理解那些正在困扰着你的情绪，将负面压力转化为正面压力。所有的二元对立都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性。精神紧张是压力的因，也是压力的果。我们的心容易被外在的世界所吸引，时常将我们推入到一种焦虑、忙碌的状态。无可避免的，我们的精神生活和健康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但身体是诚实的，它不会说谎。精神紧张产生的压力会存留在身体细胞的记忆之中，通过收缩身体的肌肉和习惯性的心理行为模式，在情绪和身体上呈现出来。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冥想闭眼技巧的练习。在这里，你试着从闭眼睛技巧开始理解，打破一个小小的旧的意识习惯，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巨大帮助？好，我们现在准备开始练习。可以像我这样坐好，眼睛自然地看向前方，不要聚焦在任何地方。我们要让自己的目光变得非常的笼统，非常的虚无，将意识向内收，并且持续地去感受身体。身体慢慢地开始放松，双眼也会开始放松，从内部去感受整个身体的放松。现在你的眼皮可能会出现自然的眨动，没有关系，让它自然的发生。慢慢的，慢慢的，随着重力，感受到眼皮越来越沉，越来越重，眼皮慢慢的向下沉降，最后自然的闭上眼睛，去感受整个眼球的放松。双眼的眼皮现在也是完全放松的，这时候的双眼不会再发生任何活动，头部也慢慢的平静下来，头脑平静，念头就会减少，它们再也不会干扰到你。持续的将双眼放松的感受带到全身，去感受整个身体和双眼一样平静而放松，轻盈轻松的感觉存在和持续着。冥想从这一刻就会开始。好了，慢慢的请将意识带回来。当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以后，就可以缓慢的睁开双眼。在这个闭眼技巧的练习中，重点是我们的双眼是自然的闭合的，它自然的发生，你只是一个观察者。这和我们说请你慢慢的闭上双眼是不同的，不是让你的眼睛闭上，而是等待你的眼睛闭上。你不是在做，而是通过等待让眼睛自然的闭上。你在做什么和允许一些事情自然发生是不一样的。允许一件事情自然发生，会将我们的能量消耗降低到最小。它不是一种习惯性施压的心理行为模式做出来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将感官收摄回内在身体，也同时让放松自然的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练习。在这个小小的练习中，你感受到了和平时不一样的感觉吗？它的核心是允许而不是要求，等待而不是强迫。这个简单的闭眼睛的小技巧，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练习它，并且感受它的益处。当你在工作和生活中感觉到情绪压力和精神紧张的时候，你可以练习它，将我们的感官迅速带回内，用一种等待自然发生的临在的状态去体验平和和放松。如果你是一个高压的职场人士，每天的工作精神都在非常紧张的状态中，你不妨试一下每2个小时做一次简单的闭眼睛的小技巧，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将一天纷杂消耗的精力回收，身心状态瞬间可以得到修复。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如何给自己的心减压，并且知道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努力让自己的目标前进。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选择、纷繁的工作和无尽的琐事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到当下应该去做的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并且专注在那件事情上。如果你可以意识到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应该在的位置，而我们正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你的生命将会充满无限的可能。这一切是需要你去努力的，但是要用努力而不是费力的方式。努力而不是费力，这听上去像是一句很奇怪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努力都会通过一种激性或者是强迫竞争的方式来呈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质，从觉知自身的界限开始，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体能的、头脑的和心智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一个瑜伽体式的练习中，我们观察自己的呼吸。当你的身体超出你当下的极限时，你的呼吸会紧张，那么你的伸展正在朝向一个错误的，或者是让你容易受伤的方向去努力。它会给你带来大脑的紧张、肌肉的紧张和神经系统的压力，你很难长时间的保持稳定，并且你的情绪会产生波动。而如果你在这个体式中一直是自然而放松的呼吸，身体保有警觉的伸展，同时感觉到大脑的平静，那么你的身心也会是自由而稳定的。同样是在努力，但是我们可能收获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结果。当我们开始用放松的方式去努力，而不是用紧张的方式去努力的时候，创造力才有可能被无限的激发出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去向最终的毫不费力。生活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好了，我们最后总结一下，重新构建我们的休息系统。身体可以通过运动来强健骨骼肌肉，感官可以通过收摄来减少外界的干扰，大脑可以通过练习专注而降低暗能量的消耗。而这一转化的开关是让心先休息放松下来，然后用放松的方式去努力，做到努力而不费力。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那么请你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还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就过几天再见啦。